这次智驾的操作真的又一次把司机的魂给吓没了。从记录仪中可以看出，此时大货车的前轮已经快接近车道线了。如果没有智能驾驶的情况下，正常人的操作应该是提前减速避让，因为可以预判到大货车即将变道。在高速行驶中，一直都是遵守让速不让道的规则，根本没有必要跟大货车去比拼车速。因为在高速上，不管多硬的小车，在大货车面前都是和纸一样脆的。但是智驾却选择了在如此极限的夹缝中加速超车。如果大货车方向再打大一点，小车就直接成了夹心饼干，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了。而且并没有触发在发布会上的主动刹车行为，而是加速通过。难道是智驾已经在短短的1秒钟计算出，当车速提到多少时，就绝对不会和大货车相撞？不要太离谱，这么智障的行为。智驾可以算出自己的车速，但是大货车上的人，这个不确定因素是怎么都算不出来的。把车主的生命置于如此危险的地方，真的有够遥遥领先吗？估计车主下次不敢用了吧。不仅如此，来看下一个案例。这是车主的行车记录仪拍摄到的，可以看出是在一段高速路上，可以明显看出前方大部分车辆已经亮起了刹车灯，但是华为问界没有丝毫的减速，继续按时速120公里狂奔。几秒后可以看到前方是发生了追尾事故，在撞车的前1秒，智驾采取了紧急避让。说他是艺高人胆大呢，还是说智驾的逻辑就是不到最后1秒是不会提前减速的？说好的极光雷达、超强感知摄像头都不会提前预判，而是要炫技一般来一个突然的高速避让。本来只需踩刹车减速就可以的事情，搞得这么刺激，并且类似视频在网络上很多，下方统一回复都是华为遥遥领先。不仔细想一下，是不是以为它更像一个广告？对的，它就是一个广告。因为高阶智驾要涨价了。根据网上的消息，华为高阶智驾包 ADS 可能会从目前的6000元恢复到原价2.6万，所以最近才会出现大量非常极限的智驾操作，在网上先捞一波好评，然后开始涨价割韭菜。只能说华为在这方面真的是遥遥领先啊。有车主发视频表示自己的比亚迪又遇到失速了，这个时候踩油门已经没用了。你看现在左上角是69，然后有油门我踩到5，看到没有，70动都不动的，然后我又松了油门，我又踩，就一动不动的，就踩油门也不给动力了。那我踩了好几次，它就一直提不上速。你看我5油门踩到7了，看到没有，7、8、9、10，但是它提不上速，就它一直卡死在这个速度。你听，录一下。不仅如此，另外一名车主的视频中也显示，比亚迪突然失去动力，车子失速，幸好是没有发生事故。这比亚迪的质量真的是堪忧啊！这就是中国的国货之光，真的是工业垃圾，把车主的命当儿戏。有汽车维修人员就表示，不让你买比亚迪，你非得买，我就说便宜没好货。这辆秦 PLUS 在开的过程中，档位经常掉档，熄火开不了。我们读了一下故障码，就是它这个电机控制器出了问题，报驱动过滤故障。车主到4S店维修，4S店要给他换个新的，得花4、5千。比亚迪就是买车便宜，修车贵。3店终身质保就是厂家玩的文字游戏，还好我们这里可以修，1、2千块钱就能修好。想买比亚迪，一定要多认识2个修新的原理，否则坏了维修坑惨你。今天修一个非常奇葩且有意思的故障，比亚迪秦车主反映，他这个车晚上停车的时候，半夜会自动偶发的启动加1，香油没跑几天就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看，车主都害怕呀，他这个车比较邪门，车上有不干净的东西，晚上就自己突然启动，经过我们的诊断，
我们发现它小电瓶存在漏电，0.3安的电流往外放啊。当它小电瓶的电漏完之后呢，发电机就会启动给小电瓶充电，然后呢就会半夜会自动启动，把漏电的故障点找到，这个车就修好了。那到底哪里漏电呢？经过了一番的诊断，3下5除2找到了毛病，给车主解决了很大的困难。经过检查锁上车，然后钥匙拿走，等待了20分钟。正常它的电流应该是低于1安以下 ,0.08 以下 ,0.05 左右。这车的漏电电流呢达到了 1.2， 那是哪里漏电呢？肯定是12伏的模块。把我拔掉这个风扇的电子扇插头，现在是正常的漏电电流 0.02， 漏电了呀，看到没有 0.02， 所以说它漏电会导致发动机强制启动，给电瓶充电。这是我遇上了第2辆无缘无故无法启动的比亚迪秦。更有维修人员表示，都说比亚迪是工业垃圾，比亚迪再一次给我们修理工创，造了巨额收入。今天不吹不黑，看一下开了2年不到的比亚迪是什么原因损坏。要说空间利用这一点，比亚迪确实不如特斯拉这么大的箱子，但里面利用的地方却不多。上面这2个垫子适用于导热，说明这一块的温度会比较高，虽然从外观还看不出哪里损坏，但20年您的鼻炎告诉我，下面散发着一股铜锈味。果然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好端端的一个电容，你为什么要膨胀？这下好了，电解液弄得满地都是。对于这种质量的电容，只想说多来点，这样修个几百台就能买上豪车了。更换完电容清理干净后，就算是维修完成，这种情况到底是车主使用不当，还是设计缺陷？要是你说设计缺陷，那肯定不是的，应该算特殊情况下的特别个例，是一种偶发行为。尤其是另外一位师傅的视频更能体现这一点。字幕有8000块钱，我是真不建议你买我身后这个比亚迪秦。现在是纯电模式没法用，电脑报故障码，电机直接当硬件失效。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变速箱废了。这个变速箱啊，我们已经干下来了，需要和发动机一块拆。变速箱就是因为它这个电机的输入轴，看了吗？都直接磨平了。输轴在上面空转，造成现在纯电模式没法使用。维修的话，需要把变速箱分解开，把里边的轴承还有这个输轴、输出轴全部换掉。看看这个车设计多么吉利啊！这个车换这个节温器的时候需要拆变速箱、拆发动机；换这个水泵的时候也得拆变速箱、拆发动机。今天我们的国货之光，我就先分解到这里。比亚迪的方程豹5在最近也开始走下坡路了，高开低走，方程豹5销量持续低迷。从5月份数据来看，方程豹5的销量仅剩下2430辆，与上个月相比上涨了320辆。但是已经从上市之初的5000辆的销售成绩来看，方程豹5销量已经持续低迷了4个月了。按理说，只要产品足够好，半年的时间总会有1个月的时间销量会大起一下，但是方程豹5并没有。看来通过一下真是车主的使用体验，这个号称硬派越野的方程豹真的成了网友口中的硬是要越野的方程豹了。问题太多，之前频道就发出的失速、做工差，以及爬坡的时候那个纯靠动力使劲挠的越野状态，让人似乎已经看到了方程豹的结局。尽管如此，比亚迪最后还是要通过方程豹来割最后一波韭菜。在6月18日，比亚迪的腾势和方程豹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招募经销商。此举意味着腾势和方程豹已经放弃了纯直营模式，转变为自营门店与经销商混合的渠道模式。有经销商对媒体表示，6月中旬业内已收到腾势、方程豹招募经销商的消息。车型产品销量是经销商最关心的指标，腾势品牌已有的市场规模和未来的车型规划更吸引经销商。相较于厂家直营模式，经销商渠道成本较低，但是经销商也需要警惕压库风险。而且厂家对2种模式的管理也不一样，简单说，直营是自己人，经销商是外人。而且方程豹在兜兜转转7个月后，销量未及预期的方程豹终究还是增加了经销商模式。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方程豹整体销量不大，产品价格高，与之对应的消费市场中有能力消费方程豹产品的城市很少。如果没有跑量的产品，经销商投资建店风险会比较高。还有一个更有趣的，
长城汽车在6月19日的发布会上直接暗讽比亚迪出老千，就是明说了你这个骗子，欺骗消费者，引起了网上的激烈讨论。长城汽车也大声疾呼，我们坚决拥护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持续加大对经营违法、财务造假企业的监督与问责。正好今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财务造假承担的责任不止罚酒3杯，有些人是要坐牢的。长城汽车也愿意共同接受监督。有人说，汽车行业的市场竞争犹如一起上桌打牌，要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是不是出牌，跟不上可以喊过，等下一轮。这一点我举双手赞同。可是，中国汽车品牌是一个整体，一个符号。如果桌牌上有人出老千，我们就要发出预警，就要站出来敲桌子，甚至掀桌子。言论一出，在上个月要被比亚迪宣称打到的汽车博主马上发影片暗讽。C 品牌高管呢，昨天说了要坚守底线，要做汽车行业的良知，不能呢偷工减料、造假售假，不能在牌桌上出老千，这话没问题啊。但为什么一群 B 品牌的人急了呢？你这一急给人一种叫什么做贼心虚，给人一种不打自招的感觉，没必要啊。人家说的是你嘛，如果你说觉得人家影射你了，那你就把你自己的产品拿出来，说我这个东西你看跟你的比也不差呀，拿呀。你就比如说吧，10万元级别的车，就是老百姓家用实惠的，咱吃饱就行，对吧？要干净卫生，没有变质的，不用地沟油，最基本的要求嘛。但是你汽车产业里面目前确实就有那些地沟油的那个东西，人家批判的是这种现象，人家也没说是你，你说你急吼吼跳出来不打自招的做贼心虚的，那不是显得自己好像有那个东西了吗？对不对？那可能有人就问了，那为什么中国还是有很多人购买新能源汽车呢？而且销量现在也很高，那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国内被教育的很好的消费者，从下面的影片中可以看得出来。给您先汇总一下：手位模式故障、SOS 故障、气囊故障、后排无法放倒、音箱无法弹开、车辆无法锁车、车辆无法开门、360环野故障、网络故障、语音系统故障。我是2辆蔚来，一个是20款的 ES6， 一个是23款的 ES8 行政版。ES6 的小毛病我不说了哈，都能忍。22年的9月份、23年的3月中旬、4月份、24年的3月28号，这个 ES6 出现了动力故障，一个是动力故障失速，它在路中间突然显示动力故障，跳出故障码来，没速度了。紧接着自动踩刹停用不了了，然后一堆动力故障的码出来了。22年的9月份，我在山东菏泽刚下高速，整个车机在行驶过程中车机下电，整个车都没电了。23年的3月份，车机没动力，动力故障，低压系统故障。关于动力系统故障呢，一共修过第5次了。ES 车全部线束全拆了。23年的4月份，第4次检查后，他告诉我是一个什么模块换了，给我换完了，下午2点给我送来的车，晚上12点又坏了。换的是什么呢？车辆不上电，无法启动。现在这辆车还在售后修着。还是动力故障。这个车从我去年买了 ES8 以后，因为我车多嘛，这个车就一直扔着，一个月能跑个30公里。那您现在对这个车什么诉求？之前的时候，在23年的时候，我给蔚来沟通过，我说这个车存在这么多质量问题，你们该怎么抵，我再买你辆蔚来。不行。那我说你们回收呢？说我们这个二手车部门现在不回收车了。那您说 ES8 2023年8月16号下午3点提的 ES8 行政版，是蔚来可以说是旗舰型轿车最贵的车了。8月17号凌晨12点开始换，摄像头故障，我给他们打40客服，他们技师在线确定的。8月17号吧，我就拉去贴车衣了。8月20号贴完以后开了4天，这4天换了4天，2天摄像头手位故障，2天网关故障，没信号，使我不得不修的时候是买这辆车的第10天。8月26号 SOS 故障，气囊故障，我有问题不叫 SOS 我用不了了，一进厂60多个故障吧，现在这问题还频发。我给您先汇总一下，咱主要说 ES8 这个手位模式故障，这个有几次？这个得几10次，修过几次？进了3次的售后。SOS 故障出现过3次，修了几次？ 2次。气囊故障出现了3天3次，修了几次？1次。后排无法放倒，我把第3排放倒，我怎么摁都不行，然后我弄这个一键放，
也没任何反应。出现了应该是2次，修了几次？一次没修好，冰箱无法弹开，出现了个7、8次，修了1次，车辆无法锁车，持续从晚上10点到第2天的上午。你看哈，我现在人没在，正车已解锁，然后又锁不上车。修了1次，说是我开关问题，他说我有人按动我物理开关，通过手绘模式看着车都没人，谁一直按动我物理开关开我的车呢？车辆无法开门，根本不弹出来。出现了2次，现场道路救援打点修了1次。还有吗？360环野故障，它是跳屏，出现了2次，修过1次。还有吗？网络故障，光8月份就出现了6次。这个您记不记得一共出现多少次？太多次了。语音系统故障。开发财，我在。去印象济南。要选哪一个？好的，已取消。语音故障修过1次。出现过几次？出现的太多回了。高先生，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您这个 ES6 出现这么多问题，您是如何想的再买个 ES8 的？当时他们未来说是 ES8 第一辆搭配这个激光自动驾驶的车辆啊，结果它的自动驾驶更烂。不能太相信人工，更不能相信人。未来是一个用户企业，我在我的未来日记，它上面是未来汽车安徽有限公司，我在这个直播间反映我 ES6 的问题和 ES8 实际续航故障，文明用语就只说了它故障。第一天遭到了他的这个直播间的拉黑，直接就给我拉黑了。您现在什么诉求？问一下你高先生。如果他们未来能回收我的车，最好；如果回收不了，我就想曝光它的质量问题。因为在上周，未来全国负责用户体验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我也全录下音来了。在最后的时间里，他告诉我对这些问题表示抱歉，但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能给到我，只能给我修车。汪一桃女士，您记录一下啊。高先生他买车是用车，他买车不是为了修车，他买车是为了体验你们的技术和功能，他不是为了体验你们的故障。高先生 ES8多少钱买的？64万4。ES6当时多少钱买的？37万4，因为很头疼。我这边的话会如实记录。2个车加起来100万了。我的诉求是，你们如果说能把这车辆故障问题车给我回收了，我再加钱换一辆就行。或者是有哪个高端的车企看到这未来故障问题，你把我车当2手车收了，我买你个最高端的。您这个车2手车市场能卖出去吗？能卖出去，但是卖出去又坑了别人了，人家绝对会找我。你这车这么多故障，谁敢买？汪一桃女士，你们想办法吧，好不好？我这边的话会帮您如实记录您的问。估计这个主持人听得都头大了。有网友在面回复说，搞不懂 ES6 出现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还要买 ES8 呢？真的是有信仰啊。还有人说，感觉这位未来车主脾气是真的好，而且实力也很雄厚，可能是因为不差钱吧，如果遇到贷款买车的，估计能把 4S 店给砸了。只能说中国的消费者脾气那是真的好，怎么样都行，没有任何反抗的。而且自己受到那么多刁难的时候，还能想到别人，就像这位车主说的，当2手车卖了，会坑到下一位车主。只能说啊，你真行，我只有佩服的份儿了。